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并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并成好，大家好。好，来看到日本的反中氛围，现在开始要转变了吗？这个是中国日本商会最新的白皮书显示了什么呢？显示说今年计划要增加或者是维持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日资企业占比，竟然是达到了59%呢，要接近60%了。怎么会高市越反中，结果反倒大家更想要去中国大陆来进行投资呢？所以现在很明显的就是工商界的态度跟中央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环球时报》的社论就说啦，呼吁日本的工商界你赶快来向高市政府发出更明确的声音吧，要求他们立即修正系列对中国大陆的错误政策。好，那现在工商界呢也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甚至是环时都直接告诉你要怎么做了。那高市早苗人呢？他人正在英国进行访问，但是这似乎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外交现形记，因为他抵达了英国，竟然没有欢迎仪式。好，这个是日媒朝日新闻他对于访英的接待仪式大为不满，因为1月的时候，英国首相施凯尔访日，日方是给予了首相官邸前的仪仗队检阅还有向对方国旗鞠躬致意还有正式的握手合影、工作晚宴，甚至是联合记者会等等的高级规格。但是来看到了高市访英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没有王室接见，也没有仪仗队检阅，鸣炮都没有。这些欢迎仪式，甚至连个红地毯都没有铺，就只有机组人员去迎接他。这两个规格会不会差太多了呢？好，但是为什么英国对他的态度是这样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哪里得罪英国了呢？有可能因为高市早苗他之前投书《金融时报》，自比自己是铁娘子柴契尔。好，但是就被人家说你只看到了柴契尔的光环，没有看到他执政期间推行的小政府自由化政策，还有削减社会福利的独裁主义，以及打压本土制造业导致上百万人失业的政策。所以高市你去提铁娘子这3个字简直就是自取其辱，触痛到了很多英国人的神经。就算你不被英国人骂翻，也很难获得英国人的好感。好，但是他们不喜欢高市，还是怎么样？还是日本跟英国高调的宣布他们要战略大结盟了。好，来看到呢，这个施凯尔跟高市14日的时候共同宣布要建立一项创新型的科技伙伴关系，并且承诺呢要全力加速推进次世代战机全球空中作战的一个研发进程。好，不仅仅是英国跟日本，现在日本还要去帮助印尼一起来抗中好，这个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有印尼的防长举行了会谈，同意要移交日本招募级护卫舰，展开正式的谈判。那专家就指出了说这是为了要应对中国的海上扩张，日本正在试图打造一个不需要建立全新指挥结构，却能够协同作战的海军网络。而同时呢，日准航舰加贺号呢，也起航要执行3个月的印太部署。而且这次大家观察到了它可能呢可以起降 F-35B。这是外界观察到日本海自新战力成果，以及与盟邦联合作战的一个重要指挥了。但是你想要这个扩张也没这么的容易，因为中国大陆不是软柿子的。来看到这个澳洲的智库就说呢，其实现在中国已经有能力来对澳洲进行直接的飞弹打击了，像是东风27，它的射程呢有5000到8000公里，就可以从中国的本土发射到澳洲大陆。甚至如果它是在南海打造的人工岛上面来部署中程弹道飞弹东风26的话呢，这个射程也可以到澳洲北部。好，但更致命的是什么呢？是美国自己的问题来看到了美国的监察机构就警告了，说如果呢跟中国爆发冲突的话，美国的空中加油基建呢根本就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可能就会面临什么
补给还有加油上面的挑战就是因为这个加油机老化，还有设备供应上面都有问题，所以美国可用的空中加油机百分比是持续低于了空军为舰队设立的标准，所以连油都加不上，这样子要怎么来进行抗中呢？难道真的就是靠日本了吗？我们来请教亮哥。我觉得英国在脱欧之后就重新定位自己是全球的英国，Global Britain 不要让自己跟美国啦、G7 啦绑得太紧了，要让自己有一点空间啦。所以你看那个斯凯尔实际上也去中国访问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说双方要做金融合作那目前高市早苗是这么明显的态势是要在亚太地区跟中国对抗，所以我觉得英国恐怕是会保持距离啦。是，你姿态这么明显要跟中国对抗那我干嘛离你太近了我觉得这个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啦。英国实际上你看，连那个伊朗战争的时候，跟美国有时候还有点保持距离的所以我是觉得他不太可能在这种军事的这种战略议题给人家感觉他跟一个色彩鲜明的国家站这么近我觉得现在色彩最鲜明的国家就是日本，所以我觉得，当然日本有他的考虑啦，他可能想说英日同盟这个日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英日同盟而且坦白说，两个的国家处境也蛮像的，都是一个大陆外面的一个海岛嘛可是我觉得英国应该会比较谨慎这个因为高市早苗我觉得蛮大辣辣的他未来可能有一些地方需要英国帮忙比如说他要参加五眼联盟，希望成为第6眼那也许英国可以帮他说话之类的啦那英国在 AUKUS 也有角色那日本肯定是想要参加 AUKUS 因为日本现在大家给我的感觉是要把所有反中国的力量全部都串起来可是我觉得英国的反中程度远低于澳洲了，因为毕竟离太远了啦那英国事实上在亚洲还有大英国协其实基本上他还是希望跟中国保持一定的友好的往来那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也是自己瞎紧张中国大陆的导弹不断的发展，当然会有一种导弹可以射到你嘛，这会意外吗？那重点是怎么布局嘛，而不是说有一颗导弹可以打到你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最近有一些动作其实跟中国也是处得不好啦，比如说那个达尔文港不是有一个蓝桥集团吗？那人家是租用99年了，现在才第11年了，那澳大利亚跟他解约因为美国在抱怨，说距离美军基地太近事实上距离蛮远的啦，可是澳大利亚显然就是听美国的话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恐怕都是庸人自扰啦，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做这种动作，人家怎么会对你有敌意呢？比如说蓝桥集团，他标达尔文港那边做码头已经进入第11年，而且人家该花的钱也花了，现在也开始赚钱了，就你要跟人家解约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这样的态度了，就是如果大家都照规矩来啦，那你不要有太多具有那个冷战敌意的这种战略的动作嘛那当然这种战略的动作一般背后都有美国因素了这也是一个实际的状况那我觉得日本毕竟不是美国啦，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啦不要以为这个全世界绕一圈那人家都会对你很有兴趣其实日本现在的国力
包括它的经济的力量、高科技的生产的各种能量啊，我认为是在急剧的下降啊，所以我认为它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么多国家的青睐了，不一定的。不过虽然英国看起来好像是给这个高市的外交处境没有这么大的礼遇，但是他们还是战略大结盟了，而且还要加速研发什么次世代战机，有可能吗？做得出来吗？请教张将军。那个英国、意大利跟日本在发展一个战机，他们3国一起在发展。张将军你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要来看它分工的状况如何，发动机还有机身段，然后雷达又是哪一个系统，然后火控系统又要用什么，然后电站系统又要用什么，然后做出来的时候变成这个第6代的战机，第5代也好或第6代战机，到底合不合用，要用在哪一个战场，用的战场它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我认为这个要考量起来，我认为现在还言之过早，因为它现在只是一个构想图，还没有看出它要达到什么样的速度，飞到哪一个高度的空程，要有哪些武器的挂载，这就很复杂了。然后你飞机做出来有没有这个飞弹来做搭配，还是要搭配法国的魔法飞弹、云母飞弹或流星飞弹？那就用法国系统又不一样了，所以看要怎么用。因为飞机是飞机，武器系统又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我们现在看日本，它现在这个加贺号的准航母了，它这个是2万吨级的，它现在这个 F-35B 就垂直起降的要落在那个地方，好像要增加它的战力。但是 F-35B 就是垂直起降的这一型，落在加贺号到现在为止都是美国的飞行员有验证过，日本的飞行员还没有验证过啊。而且这个垂直起降的，它的能够有多大的载弹量都是成问题哦，因为它是用普费600的发动机，只有4万磅的推力，而且只有单发动机 ，F-35B 是单发动机，4万磅。这个飞机如果是加满油，又加上飞机的本身的重量，大概就是4万磅，还没载武器嘞，刚好。因为这个垂直起降它非常脆弱，它要完完全全没有靠机翼的任何升力，靠发动机的推力垂直起飞。那种垂直起飞之后再离开这个加贺号或者出云号的准航母，再离开再去执行作战任务。垂直起降就是这样，但是在高温的状态之下，发动机推力就小了，海上湿度过大，发动机推力也小了，它还能不能再载弹？它可能载弹根本起不来，因为它的推力，它的剩余推力刚好跟它飞机的重量推力跟重量刚好相抵，没有再足够的剩余推力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它验证过好几次，好像还没有列入作战序列，就知道它的推力跟它的载弹量、武器的挂载可能是有些问题哦。如果温度一高，可能有些武器装备不能挂上去，要挂上去根本起不来。你看它是一个主喷嘴在机尾，这涡伞就是普惠600，然后旁边在左翼下方跟右翼下方有一个辅助的，在平衡飞机起飞，是这个样啊，它是垂直的，这方面它没有滑跳，这个加贺号或出云号并没有滑跳的这种甲板，那它这一方面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就算这个完成初级作战阶段，可能它的载弹量也极为有限。另外我们来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这一次在伊朗战争总共有8架被击毁、击伤以及击落，总共损失8架。当然，这个击伤的它可能还可以做修复，也需要一些时间。但是这样来看，它如果要在这个第一岛链部署空中加油机，现在的威胁增加了。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现在空警600，它整个的搜索半径可以早期掌握空中加油机。将来它的空中加油走廊跟空中加油区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个好好考量，因为中国大陆空警600配合它的歼20的逆中战机，就可以对空中加油机实施突防。那在这一方面，空中加油机它还有多大的战术价值？我认为都要重新来考虑。所以美军要在印太拿什么跟中国解放军来对抗呢？连空中加油机可能都不够了。我们来请教方格律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英国没有钱哦，所以刚刚蒋军讲到英国有什么弄
对这个发展未来的经济能给什么样的贡献？我不质疑未来英国还是在全球是扮演非常重要的经济角色，还有军事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军事有能力的一个国家，但是他真的没有钱了，所以最近连国防部长离职了，批评 Starmer 说他不愿意提供足够的国防预算了，所以英国目前其实说实在，英国目前它的状态是往内看了，他们是干移民政策，然后左派跟右派激烈分裂，那另外是苏格兰也要搞独立公投，所以搞事招苗看好日本在国防方面，尤其是在印太地区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已经知道是很难，英国真的是很难做到，真的很难。那另外搞事招苗，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几年前开始参选自民党总裁，那个时候刚好是拜登执政，那拜登他很喜欢，因为民主党的思维，美国民主党的思维很喜欢多边的，什么事情国际事情都要多边了，所以那个时候拜登是把南韩跟日本在国防或情报等等围堵中国，把他们拉进来一起合作。那另外拜登也是弄 AUKUS 这个计划，所以拜登是很喜欢多边的行动，但是川普他不喜欢啊，他真的很不喜欢，而且他看日本，川普看日本国防方面。没错，美国是非常非常支持日本大幅提升国防预算，这个非常清楚。美国完全是不反对，不管中国说日本军事化等等，美国是很支持。只要美国盟友提升国防预算，川普团队会非常非常支持。但是日本希望川普还有川普的团队参加，不管是什么样的 Five Eyes 或Quad。等等这些多边的行动，川普真的没有兴趣了，所以这个是就是对搞事招苗来说，对他的外交政策或印太政策，他真的是碰到这个好大的问题。刚刚说到了这个英国没有钱，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因此它的规格没有办法给他这么多了呢？好啦，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到啊，最大的消息是什么？是伊朗战事真的要结束了吗？还真的是在川普生日这一天哦，出现了好消息。好，来看到了呢，这个川普说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了，恭喜大家！还说啊，我在正式授权荷姆兹海峡。我在此正式授权荷姆兹海峡是完全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还说世界各国的船只发动引擎吧，让石油自由的流动。甚至在协议颁布不久之后，川普真的是忍不住，他太开心了，还亲自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这通电话长达28分钟哦。他认为啊，是自己果断的决策重塑了中东格局，朝着美国的方向来发展。话都给他说好，那他甚至呢也感谢习近平啊，还有普京啊，来助美伊达成协议。但是呢，他也给了但书，说不排除可能会再打伊朗哦。不过他是真的非常想要这个协议，他想要这个协议呢，到他签之前还特别去警告以色列，说喊话以色列要停止空袭，不要搞砸了。这个是14日的时候，他针对以色列去空袭贝鲁特公开的表态，直言这波攻击呢本不该发生，警告各方不要因为军事行动破坏来之不易的契机，还说在发文之中说别把它给搞砸了。但是其实要签这个协议不难啊，难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谈到好的条件嘛？所以现在呢这些条件也曝光了。川普是说这个协议是6月19号才要签才会开放荷姆兹海峡啦。但是呢，里面包含了哪一些条件呢？美伊的14点备忘录就曝光了。双方承诺呢，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
而且呢，谈判前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而且谈判呢仅限3个议题哦，不包含飞弹伊朗支持代理人还有美国及盟友必须要提交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些条件几乎是这个伊朗之前提出来的，那川普难道全部都要吞下去吗？就连外媒也听不下去了，他就觉得说这个美伊协议根本不是只是止血而已，不是疗伤还说这个德黑兰政权不光撑了下来，反倒是在浓缩铀处置问题上面争取了空间。反观美方呢，还要分阶段去缓解伊朗的经济，也没有处理飞弹计划跟代理人的势力，所以这个是川普输很大嘛，根本就是筹码减少了好，但是为什么川普什么东西都吞了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国内也失火了嘛。好，来看到现在呢，他是不是忙着要平息国内的民怨呢？所以他要在白宫上演一个暴力盛宴。华尔街日报就分析了，川普是压住暴力的 UFC 大赛，要来巩固基本盘的支持者强调他是一个经得起重击的硬汉，重振其近来日益下滑的威严。好，但是呢，来看到他除了这个办这个比赛之外，经济呢？经济才是大家最重视的它的经济护城河现在似乎也开始来松动了它面临了经济支持度下滑的挑战。分析人士就警告了说高汽油价格还有生活成本压力可能都会削弱共和党在2026期中选举的选情，来为执政党带来新的政治风险。而且现在民调也出来啦，又是怎么样创了新低尤其呢是它的乡村票仓也开始松动咯，就连拉美裔年轻人通通都跑票了。好，那他这次的支持度呢是来到了42%，是他在第2任期之中的最低点。好，不仅仅是油价高涨刚刚说到了乡村民众对他发动了贸易战，还有伊朗战导致这个肥料的价格上涨农作物的价格下跌，都感到非常的不满。而且怎么样呢？来看到这个数据就知道，美国农民真的蛮惨的。这个美国的拖拉机销量竟然是下降了21.6%还有联合收割机的销量也是从2025年起呢就下降了56%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中国减少了对美国的大豆、玉米、小麦进口，导致美国的农民都大受影响了竟然采收的东西没有人买，那就不采收了，所以拖拉机也就不买了嘛所以美国的农民都吃不饱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才会对伊朗照单全收请教亮哥。这个礼拜是世界各国的央行周啦，美国联准会那个化雪要上台那目前的 CPI 是4.2，所以川普当然要面对这个通膨，这个物价指数你压不下去所以川普就用一个非常快的方式好像弄一个貌似跟伊朗已经达成协议了，可是你如果真正细看它实际上是2阶段的。第一阶段就是说，他要伊朗开放后再下然后呢，美国就把这个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先解冻一半然后呢，这个美国也即将要展开分阶段的撤军所以就是说，在这2场战争结束了，其实到底相关的国家要不要提供伊朗3000亿美元作为重建基金这个部分我看过几个报道不一致这个钱肯定不是美国出的啦，比较可能是中东的海湾国家要出就是你要跟伊朗重新交往嘛，那伊朗被炸成这样，你要帮他一点忙那你去想一想如果说第一阶段就只有这些东西啦，霍姆兹海峡恢复开放，然后美国撤军，然后这个伊朗好像可以得到一些重建的补助然后解冻资金嘛，你没有发现最核心的问题都没有讨论吗？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浓缩铀跟核武嘛
那他那个协议又说，一旦第一阶段大家签了，那就启动60天的核武跟浓缩铀的谈判。可是这个部分据我了解啦，美国要求伊朗把浓缩铀暂停20年伊朗反对，伊朗说我最多只能够答应10年那美国现在在敲啦，所以也许可以敲15年取一个中数嘛可是伊朗拒绝拆除核设施，也拒绝把浓缩铀交给第三国。所以我估计第2阶段的谈判还会有一些变数啦。所以为什么川普要这样讲？我不排除他打你他的意思就是第2阶段万一又不顺我要再揍你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也是一个变数，他说这个军队都要离开黎巴嫩，你川普有办法叫以色列离开吗？这个坦白讲我也打个问号了，因为以色列现在已经进入蛮深的地方那已经进入到利塔尼河，是原来那个黎南缓冲区的7到10倍的面积。那上礼拜还去炸贝鲁特。所以美国有办法叫以色列离开黎巴嫩吗？我认为以色列如果不处理黎巴嫩就退到原点了。你就只有黎南缓冲区嘛。我认为伊朗不会善罢甘休的啦。伊朗想要他们完全撤出，不，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兄弟而且这次也没有讨论阿拉伯半岛的代理人问题对，就是实业民兵嘛，这次也没有讨论所以我讲白了川普其实真正敏感的问题都没有讨论所以他一早这边吹牛说他比历届美国总统都优秀了，干嘛坦白说了，2018就是你自己撤离伊朗核协议不然那个时候本来就有核协议在奥巴马签出来的，而且那个时候赫姆在以下也是开放的所以我是觉得，反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结束了，所以他自己吹牛找个下台阶也无所谓了。我们乐见。但是最后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寂寞啦。这个协议呢，外媒都说了，只是止血而已，不是疗伤。我们来请教张将军怎么看？美国跟伊朗这方面的协议，我认为最重要是卡在核武的问题。那核武的问题，美国要伊朗交出440公斤的浓缩铀，不可能的事情嘛。不可能的事情，怎么让他交出来？他不会交出来的。第二个，美国要伊朗永久放弃发展核武，那怎么可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行注意文字上14点协议没有任何讲到要交出浓缩铀，伊朗答应没有，不可能答应，也不可能答应永远放弃发展核武，也不可能。所以美国跟伊朗双方到最后面协议，只要在6月19号一签订，双方都会认为双方获得大胜，美国会认为他大胜，伊朗也认为他大胜，但是实际上美国大让步，伊朗小让步，那就知道谁是大胜。所以这个浓缩铀是搞不定的，那美国没有办法夺铀跟毁铀，那只有在谈判桌上要伊朗停止把铀交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也只能默认。那现在除非美国要大动干戈，美国到现在为止看不出他有大动干戈的这方面的迹象，所以伊朗浓缩铀会放在他国内，不会移出去了。而且他只是推迟核武的研究，推迟核武的制造，不会说他停止发展核武。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唯一的我认为比较顺利的是荷姆斯海峡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开放就是这样。然后世界各地的所需要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就直接从荷姆斯海峡就运出去了，因为它这个运输量占全世界的这个石油的需求量的20%，就是2000万桶每一天，就那么多，所以那这边可能就会缓解世界各国的能源的压力，以及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其他世界各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是这个状况。那这个经济问题解决了，但是军事问题并没有解决，尤其是核武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川普当初
所要发动这个伊朗战争，就是要把伊朗的浓缩铀还有核武的计划完全破坏，完全这个制止。我认为这一方面的战略目标并没有达成。那现在可能在军事上遇到了挫折，没有办法让伊朗在意志上屈服，那也只能够接受伊朗这一方面的条件。所以，那伊朗还得到了240亿美元的资金解冻，那分批解冻120亿，后来再120亿，240亿。那这样对伊朗来看的话，就变成它整个经济就会复苏了，因为这个钱冻结了非常的久。哪怕是240亿，但是对伊朗来说，这个好像就是荒漠甘泉，一下得到了，因为伊朗最需要钱，那美国刚好利用这个时候释出，换句话对伊朗来看，对它的经济上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我们看美国的大豆，美国的大豆一直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美国大豆外销最大的市场，就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各种包含玉米，包含这个小麦，它总共每一年进口的这方面的这个数量都是要超过1亿公吨，那大豆大概是占了1/3。那美国每一年产量大豆是要看气候的变化，是在1亿1000万公吨到1亿2000万公吨，有1/3要外销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就把大豆变成跟美国关系的调节法。跟美国关系好，多买一点美国大豆，少买一些阿根廷跟巴西的大豆。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就多买其他的，变成这个状况。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认为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表面上的关系，我认为还没有完全改善。所以现在川普的压力也是蛮多的啦，但是我们也知道川普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人呐。在19号之前有没有可能这个协议又产生变数呢？请教方安格律师。川普不会觉得有压力啊，他从来没有承认我有压力啊。其他的总统会啊，川普从来没有说啊，他都会说是什么事情都做得非常好，我是历任最好的总统，我的前任总统都做得太烂了，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说法完全不会改变了。那有关停火，我们真的今天没办法做判定了。我们要看60天之后双方达成什么样的条件。但是真的要做判断的话，我们真的要等不管是半年或1-2年之后，看伊朗有没有继续发展核武或远程导弹？因为美国在乎的不只是核武，也是很在乎远程导弹的议题。所以我们真的今天或过60天，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判定。那如果过1-2年之后，伊朗还继续发展核武，或手上有远程导弹，那到时候我们可以说，川普发动这次战争真的是失败了，没有达到目标。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没办法做这个判决。那另外有关民调或选情，我认为川普已经准备好。那万一不管是众议院或参议院或两院，换到民主党有多数席次的话，那川普就会把最后2年的 focus 在外交，因为外交就是总统的权责。那另外他会说，我国内政治其实重要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了，比如说去年 One Big Beautiful Bill 这个学改案已经通过了，移民边境的问题。说实在，比起拜登，他真的有处理得好，他这个竞选的承诺真的有兑现，这个是如果我们看数字的话，看多少人非法入境美国等等，这方面他真的有做得到。那另外不管是最高法院或整个联邦法院体系，他提名通过多少个保守派法官已经做到了。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翻盘的话，他会说也没关系，我不在乎，我不理国会了。那我就把 focus 在外交，因为我们也知道，川普很想得到一个和平奖，对不对？所以他如果没有办法跟国会合作的话，那其实1年到1年，他剩下2年，唯一要通过的是中央政府、联邦政府的预算。
那其他的事情他就不会浪费时间，他就会把焦点 focus 在外交，还有他的历史定位。所以其实他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但是到时候啊，全世界就遭殃了吗？反而是美国的国内可以松口气吗？相较于美国啊，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好像是站在风口上因为好多的亚洲国家呢，都先后去进行访中啊，包括了谁？伊朗外长啊，还有塔吉克总统啊，那个文莱的王储啊，巴基斯坦总理啊，辽国总书记啊，尼泊尔外长啊。好长哦，我都要念不出来了近日呢是不断的接连的去访问中国，那么习近平呢也是出访了哪里呢？像是北韩呐，那去年的时候呢也是有到东南亚3国，还有去年5月的时候呢也去拜访了中亚4国。好，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掀起了这个访中潮呢？那是因为川普2度执政之后呢，对于全球发动了关税战。但是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国家敢对美国叫板，那就是北京，就是中国。所以就确立了北京、中国进一步在周边国家立了一个地位。好，那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更指标的就是印度。好，来看到现在呢，面对美国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印度总理莫迪他也做出了一个判断打算呢要把对华关系从对抗预设拨回可控竞争加上功能性合作的轨道上，至少要保住一张战略备用桌。那么外界也对北京莫斯科还有新德里即将结成铁板一块的俄中印轴心要来产生讨论了而在军事上面呢，中国的影响力是更大了。来看到最近巴基斯坦才从中国那边交付了一个中国制的汉戈尔级的潜舰，它拥有更长的续航力的这个巡航导弹，这被誉为呢是巴基斯坦海军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标志着巴基斯坦水下舰队的规模扩张的开始。好，所以呢，中国跟巴基斯坦双方的军事合作紧密呢，也使得印度不得不在海上的战略布局有所改变，因为作战的环境更复杂啦，所以呢，印度海军就是更重视反潜作战、监视以及水下巡航，才能够使其维持军事战略优势。好，不仅巴基斯坦就连印尼呢也转向了。来看到呢，这个国际军事杂志呢刊出了这个披露，说印尼已经确定要采购歼10 C1 战斗机了。这个订单数量从最初计划的12架翻倍到了24架。好，为什么呢？他之前可是借钱去买法国的标风但是标风的神话被歼10 C1 给击碎了，所以雅加达自然就期望歼10 C1 能够成为对抗澳洲军队 F-35A 的机型啦。那么歼10 C1 的机载雷达也足够强大，导弹的射程也足够的远，甚至雷达还具备着低节或概率的一个探测能力，这都是印尼看上采购的主因。所以现在西方的军事神话已经破灭了吗？好，那说到这个西方，我们来看到现在的 G7，最近也是乱象频传因为有好多的抗议人士都来抗议 G7。来看到日内瓦的部分呢，好多的抗议人士情绪失控矛头转向攻击他们眼中象征资本主义还有多边主义的目标所以示威群众呢就直接从地板上面撬起了砖块疯狂的向警方来投掷，甚至警方呢也去向人群来发射催泪瓦斯弹但说到这个 G7，到底有什么实质的作为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连2年他们都已经没有出联合公报了，所以西方是不是根本就很难产生共识呢？而且多家的媒体也指出了，说这一届 G7 可能又会再一次的放弃发布完整的联合公报，那取而代之的呢是针对不同议题分别发布成果文件这不只是程序的问题，更反映出了各国在战争局势还有对中政策上面的立场差异，
逐渐的扩大，所以呢，越来越难有共识了。甚至有人说了，G7 怎么可以少了中国呢？来看到啊，美联社它特别刊文质疑这个 G7 代表性的直言啊，说呢，中国早就已经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还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了。持续排在 G7 之外，有一点不合时宜啊。还说没有中国的 G7， 就像是少了5届世界冠军巴西队的世界杯一样。好，而且不仅仅是这个中国的政治力量，就连它的这个军事力量，还有这个制造能力呢，也被认可。意大利车迷啊，现在呢非常喜欢什么中国制的机车啊，就是这个张雪机车啊。甚至不仅意大利啊，希腊车迷也说我们很多的希腊人呢，都对于中国的摩托车非常的着迷啊。我们有一个车友群啊，所以他们现在怎么样？欢迎中国制造啊，这都可以显见什么？说中国的影响力，真的是在各行各业都不断的显现了吗？请教亮哥。中国大陆加入 G7 可能性是零啊，因为中国大陆向来就是把 G7 当作另外一个北约嘛，他们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啦，那中国现在是金砖，又是上海合作组织，他已经确定自己站在全球南方国家这一边了，所以怎么可能参加 G7？ 而且过去他们曾经拉俄罗斯进来啊，变成G8 嘛，结果俄罗斯后来又被他们踢出去，中国大陆又不是不知道这段历史，所以我认为可能性不存在了。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会去大陆走动啊？因为中国大陆有2个特色啦，第一个就是它是最大的贸易国家，很多国家都跟它贸易是第1名嘛，那第2个就是中国大陆可以到相关的国家做基建的投资，或者做工业的投资啊，因为美国没有这种东西啊。美国每次的投资都是高科技啊，像上次拜登去越南就是投资高科技啊。可是很多第3世界国家，它需要的可能是民生工业啊，所以美国那个就是有点太高了啦，距离第3世界国家很远了。所以中国大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不止这样啊，中国大陆还在打开它的市场，它欢迎各国把它的东西卖到中国来啊，所以你看他在办进口博览会、办供应链博览会啊，他愿意打开市场啊。那美国可能比如说中国的电动车就卖不进去啊，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这种奇怪的限制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都是在找利益的啦，这也无可厚非啦，因为今年的经济并不好。今年这个世界银行刚公布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全球只有 2.5， 去年是 2.9， 所以坦白说，伊朗这个结束之后啊，世界各国还要努力来做经济啊，那一般大家都预判啊，可能最惨的就是开发中国家，就开发中国家可能会撑不起来了，然后它的能源前阵子受到重创嘛，对，所以今年可能也会有很多开发中国家面临重创，那他们当然要到中国大陆这种地方找机会嘛，因为毕竟是世界第2大嘛，那我觉得他就得利于这个啦，美国相对上。因为川普你也知道嘛，他眼睛往内看的，又不是往外看的，所以确实中美不太一样。真的，相较于中国开放市场，美国反倒是锁国政策啊。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中国的汉戈尔潜舰抵达巴基斯坦，这对印度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呢？请教将军。
因为巴基斯坦它正在加强它的海军的水下战力，所以向中国大陆这个总共订购了8艘这个汉格尔，就是中国大陆所说的麒麟级的潜舰，这是039B 级的潜舰外销版。它这个在水面呢，它的重量大概是2300吨级，但是它水进了之后下潜大概就是3000吨级的这个常规动力的攻击潜舰。那这一共8艘，4艘在中国大陆做，那1艘已经交货了。那第2艘的话，不久之后也会交货。那另外4艘就要在巴基斯坦，那就变成了整个要技术转移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将来以后也这个另外4艘在巴基斯坦做完之后呢，技转完毕了，巴基斯坦以后也会做潜舰了。所以巴基斯坦以后的水下战力是蛮强的，是这样来做预估。那这个麒麟级的潜舰，它的作战，它的航程可以到6000海里，算是蛮远程的，因为它是 AIP， 就是绝气进气系统，它这个可以用它自己的氧气不用换气，就在水下来就有发电，就可以这样子跑，而且这个算静音，也在一般来说要发现它的难度是比较高一些啊。那到最后变成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会做了枭龙战机了，因为枭龙战机现在是中巴合作。那现在以后潜舰的话，巴基斯坦也会做潜舰了，也是中巴合作。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印尼要买中国大陆歼17啊，有3个原因。第一个，这个歼17的战机啊，在去年啊印巴空战，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空战呢，有实战的经验，而且有战果，所以歼17在这一方面是有它的一定的可靠度。第二个，歼17战机便宜，一架大概是6000万美金。那如果是印尼要像买这个标风战机啊，一架是1亿5000万美金，比较贵。外加买一架标风可以买2架半的歼17，所以它便宜。第3个就是这个歼17是配备的是霹雳15的飞弹，可以打200公里，可能这方面的射程也满足印尼这方面的需求。所以这样听起来，中国制的战机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哦。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的 G7 已经沦为一场过场了吗？请教方律。Trump 一点不在乎这件事情，而且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刚好是他80岁生日，还要出国，他真的觉得好烦哦。因为他本来想多留在美国几天，不只是过1天的生日，他很想过几天的生日啊，然后看多少人会祝福他等等。那结果呢，刚好是碰到 G7 的高峰会，所以他不得不出国。但是为了他，还延长1-2天了，但是他到时候不能排除他会提早离开，因为他有这个习惯，他非常讨厌 G7 这个高峰会，而且他针对加拿大、英国还有德国这几个国家，还有尤其是法国都有意见，他已经跟这些领导人合不来了，对不对？尤其是主办国家 Macron。Trump 最近常常批评他，骂他，说他被太大等等，而且 Macron 已经是跛脚了，因为他明年大概这个时候就要下台了，所以 Trump 就一点不理他们了，他真的不在乎这个 G7， 所以不排除他提早回美国了。所以这个 G7 对他来说呢，其实他自己也不想参加啊，但是他可不可以去瑞士顺便度个假呢？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这么做？他也没兴趣啊，比较想回美国好了。他想要待在他的海湖庄园就对了，打高尔夫就好了，打高尔夫球。